我你妈的屁！老娘下车坏了！陈浩洋，你个死渣男，送我的生日礼物居然是辆报废车！运州，警察都给我打电话了，听着，别用这种寻死灭活的方式挽留我。我们已经分手了，怪只怪你不够优秀。娶了她，我可以少奋斗20年。居然还被雷劈，太倒霉了。我怎么没死？这是梦吗？我去，这什么情况？不管了，先处理再说。我在这里，快来救我！快，有路人了，有路人了！刚才在海底，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眼睛怎么看得这么清楚？楠楠，你想死吗？奇迹，简直是医学奇迹！跨海大桥坠海，连皮都没破一点儿。听说你连车带人掉海里了，就算为了逼我复合，也不用玩命吧？别闹了！滚蛋！老娘大难不死，以后的字典里只有搞钱，男人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楠楠，渴了吧？刚打的热水，小心烫。谢谢妈。妈呀，我力气怎么这么大？难道突然觉醒了超能力？靠，赶紧回家试试。这医院的杯子质量真差，纸糊的一样。妈，我彻底好了，我要出院。你说你在城里大公司待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跑回村里了？妈，城里工作太累了，我想回乡下呼吸点新鲜空气，顺便帮您打理打理海货店。咱家这破店都快倒闭了，哪儿用得着你打理？娜娜，在干啥？我去，妈，咱们村现在这么有钱了吗？海底还装了这么多五颜六色的灯。楠楠，你是不是车祸撞傻了？哪儿来的灯？台风马上要来了，快跟我进屋！难道只有我能看见？这些光都是海里的宝贝，这都是钱啊！以后我还去城里打个屁工，老娘要暴富，走上人生巅峰。有了这双透视眼，以后出海捕鱼简直是指哪打哪。等台风一过，老娘直接下海捞金。白光是小鱼小虾，金光是大货，那这红光是什么？有人遇险，开局还没捞到半条鱼，先碰上个拿自己喂鱼的，死在我的地盘，太晦气了。这怎么搞？只能硬来了。
醒醒，车要掉下去了！喂，醒醒，车要掉下去了！后座恒温箱，有我刚花1000万拍下的极品野生双头豹。大哥，半条命都在阎王殿了，还惦记着做业绩呢。我是霍氏集团继承人。闭嘴！再多说2句，霍氏集团就没有继承人了。你是谁？我是这片海未来的意外富婆。喂，120吗？望海悬崖公路有个重伤的倒霉蛋。霍总，你终于醒了！医生说您从悬崖边活下来，简直是奇迹。霍总没事，不知道是谁救了您。这么贵重的海货，居然一个没动。要知道，这里面可是上千万啊！给我查遍整个望海遗存，找一个穿红色雨衣的女人。哟，这不是咱们村飞出去的金凤凰运州吗？听说你在大城市混不下去，被开除了，连男朋友都跑了啊！怎么灰溜溜的跑回村里？是跟我们这些老婆婆抢泥巴里的寡妇啊？桂花婶，大海是你家的，管得真宽。老娘现在哪有空听你放屁，搞钱要紧。呸！神气什么？那边连个小石螺都没有，全是死水坑，还以为自己能摸出金子来。哎呦，城里的大学生就是没经验，这坑我刚才用耙子翻过了，里面全是臭泥，连根海带都没有。1斤多重的极品野生黑条，最少800块。这怎么可能？刚才明明什么都没有啊！有了这透视眼，这大海不就跟自家鱼缸一样吗？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值钱的大货早被台风卷跑了，你捡的也就是些加餐的菜。金色，绝对是大货！难道是几十斤的野生大石鳗？怎么是个破贝壳？难道我的透视眼出错了？大家快来看啊！一块又臭又破的老贝壳！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这种破烂白送给我都不要！这光芒绝对错不了，这壳里面一定藏着无价之宝。桂花婶，你说的对，我这种捡垃圾的村姑，也就只能勉强吃这些几千块一桶的破烂了，不像您，只配挖泥巴。我的老天爷，这一桶可是咱们风吹日晒干2个月了，这丫头是走了狗屎运吗？哎呦，亲家母，你看看你，每次来都给我装这么多好东西，我都不好意思拿了。阿云，你拿着，以后咱们运州嫁到你们家，还得你这个婆婆多担待呢。这点东西算什么？那我就不客气。
妈，该多少钱就收多少钱。咱家的货是爸风里来浪里去拿命换回来的，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更何况是个外人。运周，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这是你未来婆婆。妈，我跟陈浩洋已经分手了，他劈腿找了个富家女，嫌咱们家穷呢。什么？劈腿了？啊，是这样啊，年轻人感情不和嘛，强扭的瓜不甜。那个，我就先走了。慢着，王阿姨，我和您儿子都分手了，你还舔着脸来我们家打秋风，您这算盘打的，我在海边都听到。苏运周，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顶级金钩鱼翅，半斤640，精选大窑补2盒800，野生大黄鱼翅520，一共1960块。陈慧，给您抹个0，1950，微信还是支付宝？好你个苏运周，算你狠！微信收款1950元。谢谢惠顾，慢走不送，以后买不起别来了。苏运周，你给我等着！我老公可是渔业协会会长，得罪了我，你们家的海产店别想开下去！开签到的陈浩洋居然敢欺负我女儿，我真的是找他算账！妈，垃圾就该早点丢掉，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别哭了，看看你女儿今天给咱家带了什么回来。能有什么好货？被大公司赶回来的村姑，还真以为自己能摸出金子来。我的天，纯野生的黑格和红参，这品相这尺寸，可是稀罕货，这一桶芝麻大几千，老苏家这是挖着龙王爷的宝库了。哎呦，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这是穷疯了吧？一个臭了的老贝壳还拿着当宝贝，你也就只配捡这种垃圾了。垃圾，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我的天，这贝壳里怎么会发光啊？装神弄鬼，劈开也就是一滩臭泥。这光泽，我的老天爷，这是极品天然南洋金珍珠，直径超过了18毫米。小姑娘，我出5万，当场转账，你卖给我。5万？你做梦！这海是我们望海州的，从这海里捞出来的东西都归渔业协会管理。可以，这颗金珍珠少于18万，谁也别想拿走。18万？你敲诈！你这是恶意扰乱市场行情！好啊，把这摊子给我围起来！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这颗珍珠今天谁敢收谁敢买，就是跟我渔业协会作对。苏运周，看在熟人的面子上，我给你1万块钱的辛苦费。这金珍珠渔业协会收了，你跟你儿子一样不要脸，不愧是亲生的。运周，咱们还是把东西交出去吧。1万，你打发叫花子呢？城里的资本家都没你黑，反了你了！今天你要是不把东西交出来，你们苏记海产明天就要关门。你谁呀你？我出88万，这颗金珍珠我霍氏集团要，谁敢反对？霍氏集团。是他。我出88万，你还有意见吗？没意见。苏玉成，你给我等着！霍总，刚才谢谢你帮我解围，那天悬崖边救你只是顺手。这珠子虽好，但不值88万，你留卡号，我退一半，就当交个朋友。苏小姐，商人从不做亏本买卖，我是真的需要的。啊？生药？以后如果还有这种极品，直接联系我，价格绝对让你满意。霍氏集团，霍征，我操，超级大金柱啊！没问题，霍总，
以后您就是我苏氏海产唯一的 VIP， 只要海里有的，我都能给您捞上来。我等着。支付宝到账88万元整。爸，咱家有钱了。88万，运州，这，奶奶，咱们是不是在做梦啊？你随便劈开一个贝壳，就赚了88万。爸妈，不是做梦，这钱干干净净，是咱们应得的。奶奶，你们知道吗？以前在城里，天天要看领导脸色，拼命加班还是被优化。大城市的繁华根本不属于我们，只有这片大海，才是我真正喜欢的地方。你们信我，咱们家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我要让咱们家时来运转。妈，你拉我来这破地方干嘛？哎呦，儿子，你不知道，那个苏玉洲今天早上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颗金珠子，当场卖了88万。88万，就凭他？我亲眼看见的。儿子，你想啊，他一直在你面前装穷，家里却偷偷藏着宝贝，这分明是防着你呢。妈，他刚和我分手，就把家里唯一的好东西卖了，肯定是受了刺激。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女人，拿着这么多钱，迟早被骗光。我不能让她误入歧途。姐，你这是去龙王爷的后厨抢劫了吗？这香味儿绝了！臭小子，吃你的吧！高三那么辛苦，都补补脑子。运州，这都是你弄来的？咱们村这片海，现在哪还有这些好货？你可别是走了什么歪门邪道。奶奶，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因为浩洋的事儿受刺激了？这得花多少钱啊？爸妈，真没乱花钱，就是我运气好，发现了个没人去的礁石滩，台风把好东西全卷进去了。我都安排好了，今晚请了一位超级大客户来吃饭，我得拿出咱们海边人的诚意。霍总这条大粗腿，我必须抱住，只要他吃的满意，以后的销路就不愁了。妈，你看，还超级 VIP 贵客，我估计是傍上哪个有钱的老头子了。不要脸的赔钱货！走，咱们进去好好教育教育他。运州，你到底在闹什么？你个死渣男，还有脸来我家？给我滚出去！景浩，大人的事小孩别插嘴。运州，我知道分手后你受了很大打击，但你也不能为了报复我去赚那种不干净的钱。韩浩洋，你脑子里装的都是海绵里的水吗？哟，还吃这黑毛鱼了？真当自己是豪门少奶奶了？苏运州，读了大学又怎么样？被城里公司赶回来，还不照样在这小破店里捡臭鱼烂虾？王云，我不许你这么侮辱我！阿姨，我妈说话直，但也是为了运州。你再往前走一步，我让你这张脸今天就变成海鲜拼盘。妈，这排场，不会是来找麻烦的高利贷吧？肯定是来考察的大老板走错门了。我的财神爷来了！霍总，您可算来了，简直令我们这小破店蓬荜生辉啊！条件简陋，委屈您将就一下。苏运州，
为了气我，你至于花钱雇个演员来演霸总吗？还租辆迈巴赫，你那88万就是这么挥霍的？哦，原来是个骗子！我警告你，苏运周，你别赚不干不净的钱，丢了咱们村的脸。韩特助，霍总，需要把这2位垃圾请出去吗？霍总，在我的地盘哪能脏了您的手？陈浩洋，趁我还在招待客户，马上带着你妈滚，否则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海鲜解剖学！快滚！别弄脏了我们家的地！苏宇洲，你堕落了，你等着后悔吧！刚出海的纯野生极品，您给品鉴品鉴。肉质紧实，没有一丝米腥味，这种级别的野生鲜度，连米其林餐厅都难弄到。苏小姐，看来你说的顶级食材，并没有夸大其词。实不相瞒，这种品质的货，我能保证稳定供应，咱们可以谈长期合作。侯总，出事了！明晚晚宴的野生东星猪和大黄鱼被2少爷截胡了。现在去各大市场调货，调不到。台风刚过，全城高端海鲜都断供了。2少爷存心要让您晚宴出丑，好在董事长面前告状。霍明长本事了。霍总，明晚晚宴至关重要，拿不出顶级食材会被质疑实力。现在离晚宴只剩30个小时了。哎呦，这位大老板原来是缺极品海鲜啊！不怕告诉你，我老公可是望海鱼渔业协会的副会长。台风刚过，海里现在连个虾米都捞不着，我们上百条大船都弄不到货。你指望这个村姑，她要是能弄到极品海鲜，我王云把这鱼缸里的水喝了。运州啊，王云虽然嘴巴毒，但理是这个理。30个小时要顶级野生货，神仙也弄不到啊！咱们别逞强。霍总，我马上联系私人飞机，从日本筑天市场紧急空运。虽然时间很紧，但只能试一试了。王阿姨，鱼缸水就免了，我嫌你脏了我的手。霍总，你确定你预定的是极品野生东星斑和大黄鱼？是。品质要求极高。30个小时内，你能弄到？苏小姐，这可不是开玩笑。如果是冻货或者养殖的，一眼就会被看穿，反而会砸了霍氏的招牌。我这人从不卖假货。霍总，明天日落前顶级纯野生海鲜你要多少，我给你弄多少，但有一个条件，按市场最高价收购，当场结清。好，只要你能按时拿出我要的货，我按市场价的3倍收购。成交。运州，你疯了！你上哪儿弄那么多大货去？爸，别担心。老太婆，明天记得带好你的老花镜，别被大黄鱼亮瞎了眼。苏运州，你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我拭目以待。哈哈哈！台风过后的第一波红利，还得靠咱们这几万专业设备。那是，陈会长的进口豆饵，鱼都排着队往沟上撞。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被我儿子甩了，又在城里混不下去的苏家丫头吗？怎么，听我老婆说，你昨天在一个大老板面前夸下海口，要弄极品海鲜？就凭你这根烧火棍儿，小丫头，钓鱼可是个技术活，别以为在泥坑里捡个死贝壳就能在海里碰运气了。是不是运气？你马上就知道了。小丫头，识相呢，就去那边水浅的地方钓钓小泥鳅。
极品野生红油，在哪里练手吗？不自量力。那个别人都不要的位置，底下全是暗流，他那一杆下去，就得连线带飘，全折在里面。姐们，陈会长，您也在啊？云州不懂事儿，您别见怪。楠楠，你昨天在霍老板面前把话说的太满了。爸，你就在旁边好好看着。霍天给的30个小时快到了，今天就算是拿根筷子，我也得把极品大黄鱼给他吊出来。毫无章法，满场瞎跑，这动静早把鱼吓没影了。小浩啊，看到没？你想学钓鱼，首先心态得摆正。钓鱼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耐心，得像……咬口了，这么快？好家伙，力气还不小！楠楠，稳住，别用顶，往前溜他！红蛹，这么大的极品野生红蛹，钩子才下水不到3秒啊！姐，你太牛了，这简直是魔术啊！陈会长，看来你的顶级进口装备，连我这根烧火棍都不如啊！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我就不信你还能中第2条。是吗？哎，楠楠，你干嘛换地方？那可是出鱼的宝地呀！哈哈哈哈！真是个蠢货，出鱼的窝子都不知道守。大家看好了，今天这底下的极品全归我了。你哎呀，卡住了，挂底了。陈会长，忘了告诉你，你抢的那个位置，鱼缸被我钓完，剩下的全是吃鱼竿的死石缝。在这片海里，鱼在哪儿，我说了算。你绝对是作弊！你用了声呐弹鱼器是不是？这姑娘是脑子里装了雷达吗？这是吊神下凡啊！神仙，我在这守了3天3夜，连个虾米都没见过，他怎么跟去自家鱼缸里捞鱼一样？哎呦，又是一条东西回来！哎呦，奶奶，慢点，慢点，慢点，装不下了！那是好大的家伙，这要是能弄上来，霍总的订单就稳了。哼，装不下去了吧？深海区的鱼是你能钓到的？好家伙，力气
气真大。楠楠，快扔竿！这起码是70-80斤的海王，这破杆子会把人拖进海里的。快动手！这不可能，这不科学！徒手拽起80斤的野生大黄鱼王，他是怪物吗？这姑娘力气真大！苏大师，请收我一拜。陈会长，你们渔业协会有本事调上来吗？爸，别愣着了，叫辆皮卡车来，霍总要的订单我搞定了。爸服了，爸今天彻底服了。你这哪是钓鱼，是海龙王往你钩上挂鱼啊！姐，这条大黄鱼王得卖多少钱？咱们要暴富了。这不仅是钱的问题，霍氏晚宴关系重大，霍征这个大金主欠了我一个大人情。有钱人的人情比真金白银还值钱。霍总，陆地市场空运的货到了，可顶级红友只有50斤。野生大黄鱼尺寸也不够，这品相放到晚宴上。哎呦，我的好大哥，怎么在这儿看这些次品？这就是你晚宴的食材？爷爷交的重任搞砸了。你继承人位置坐不稳吧？我的事不劳二弟费心，全市顶级海鲜都在我库里。董事会你低头，我借你鱼撑场面。滚！好，霍征，我看你明天怎么死！什么破车？保安，总等这个车不让你放进来了。霍总，你要的货我按时送到了。大哥，你是不是急疯了？一辆破皮卡是准备运些臭鱼烂虾去接待客户吗？开箱验货。这品相纯野生的，全都是1等1的极品。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别急啊，重头戏在这儿呢。我的天，80斤的纯野生大黄鱼王，这是传说中的绝品啊！假的，绝对是假的！现在海里怎么可能还有这种东西？霍总，这批货够不够镇住场子？够了。韩特助，按市场最高价的3倍，马上给苏小姐结账，1分都不许少。走。苏小姐，你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霍总客气了，我说过，只要钱到位，海里的东西我说了算。霍总，这批货，尤其是这条80斤的大黄鱼王，如果按市场最高价的3倍来算，总价是360万。360万，这赶上我捕一辈子鱼了。立刻转账。谢谢老板，老板大气。支付宝到账360万元整。我的天，这就300多万了！照这个速度，马上就能买船了。霍征真是我命中注定的财神爷。苏小姐，
明晚的晚宴，我想邀请你作为我的女伴出席。不去。为什么？第一，那种场合规矩多，我这种村姑去了不自在。第二，有那闲工夫，我还不如去海边多甩2竿，赚点真金白钱。第三，霍总，咱们只是单纯的买卖关系，您的家族内斗，我可不想掺和。好，我不勉强你，不过我欠你一个大人情。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以后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可不会客气。撤了。霍总，这位苏小姐真是个奇人。奶奶，这是什么啊？妈，这是送您的。这是金的，奶奶，你花这冤枉钱干什么？这得多少钱啊？快拿去退了！退什么退？妈，今天赚了那么多钱，给您买个镯子怎么啦？您戴着真好看。再说了，金子还能保值呢，这不比乱花了强？爸，这是给您的纯金貔貅吊坠，保佑您出海平安。你这孩子，挣点钱不容易，怎么这么大手大脚？爸妈，钱挣来就是花的，你们辛苦了半辈子，也该享享福了。以后咱们家不仅要吃穿不愁，我还要给你们买大别墅。姐，你太帅了！那我的呢？我的呢？这是给你高31年的零花钱和买复习材料的钱，好好学，考个好大学，别丢你姐的脸。姐，我以后一定为你马首是瞻，你指哪我打哪儿。老苏啊，看来咱们之前是白担心了。你看看运周，以前在京市大公司上班，天天愁眉苦脸的，现在回了村儿，这精神头多足啊！孩子大了，有自己的主意，只要他过得高兴，比什么都强。不用内耗，不用看人脸色，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已经赚到了第1桶金，接下来必须有一条船才行。哟，苏运周，真是你啊！张薇，好巧。听说你被城里的大公司裁员了，还被陈浩洋甩了，怎么现在每天就在村里挖泥巴啊？看你以前学习好有什么用？女孩子嘛，还是得像我一样，考个体面的编政，找个条件好的未婚夫。我未婚夫家里可是有游艇的呢。是吗？那恭喜你。对了，周末我要带几个朋友去月牙礁玩，坐我未婚夫家的游艇去。你要是实在闲得慌，也可以来凑个热闹。月牙礁？好啊，那就谢谢老同学的盛情邀请了。月牙礁远在深海区，我正愁没船过去。既然有人免费提供交通工具，我怎么能拒绝？苏运周，你这是去逃荒还是去炸岛啊？咱们是去月牙礁开派对的，你穿成这样，真是笑死人了。浩洋，这就是你说的那艘游艇，还凑合吧？薇娅，这在咱们小地方算顶级了。今天我陪你去月牙礁捡贝壳。苏雨舟，你怎么在这儿？浩洋，是我叫他来的。听说他现在每天在海边捡破烂，我带他捡点贝壳回去补贴家用。浩洋，这就是你那个穷酸的前女友，一股鱼腥味儿。玉州，你能不能有点尊严？被我甩了就死皮赖脸混吃混喝，简直丢人现眼。韩浩洋，谁跟你们去开派对？我是去工作的。我的好大哥，听说你费尽心血准备的寿礼意外损坏了，真是倒霉啊！3天后老爷子的寿宴，我看你拿什么保住你的继承权？苏运舟，你是我最后的希望。苏运舟，哇，好帅啊！霍总，你这是来体验渔民生活？我需要一件罕见的海货，
500万，你能帮我弄到吗？500万，够我买条船了，还能再配2台顶级拖网机。霍总，这单我签了。这位老板，你千万别被他骗了，他就是一个村姑，除了摸海螺什么也不会。霍总，已经办妥了，这艘张小姐未婚夫租用的游艇，5分钟前已经被霍氏集团包下。现在，这艘游艇是苏小姐出海的专属作证，闲杂人等立刻下船。什么？你疯了吧？闭嘴！得罪霍氏，你想害死我全家吗？这就是抱大腿的快乐吗？为了这500万，今天我豁出去了。那是金橙色，比之前那颗金砖的光芒还要亮10倍。下面到底藏着什么宝贝？霍总，我去深水区，那地方暗流多，船开不进去。如果待会儿绳子抖3下，说明我捞到大家伙了，让你的保镖帮忙拉一把。深水区有危险，你行吗？霍总，你这是在关心我？我是怕我的独家供应商出了意外，受了一场气。放心，只要钱到位，龙宫我也敢去走一趟。霍总，2少爷放出风声，他准备了一尊价值8000万的极品冰种翡翠玉雕当寿礼。如果我们拿不出能压住场子的宝物，董事会上那几个老家伙恐怕就会倒向2少爷那边了。冰中翡翠，这也拿得出手？苏运舟，别让我失望。这里又脏又臭，简直是活受罪。都怪苏运舟抢走游艇，害我们受苦。那个村姑竟敢羞辱我们！别吵了，得罪霍氏会惹祸上身。全是破烂，根本没有宝物。我倒要看看他能捞出什么金子。好亮的光圈，一定有宝贝。这是木瓜螺，这么大。木瓜螺，金橙色光圈，难道是它？哇，还有一只，大小和光泽一模一样。买1送2啊，这是老天爷追着要喂饭。霍成，你要的宝贝来了。拉绳子，快！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受什么伤？霍总，我今天可是去给你抢龙宫了。苏小姐，这是木瓜螺，这就是您说的顶级珍宝。这种螺虽然肉质不错，但在市场上也就几百块1斤，做寿礼恐怕……螺肉确实不值钱，但如果里面藏着东西呢？不可能，它无法人工培育，数量极少，在拍卖会上叫价破1000万，怎么可能随便捡到？你确定是他？确不确定？开个盲盒不就知道了？不行，霍总，这东西太金贵，游艇摇晃，万一刀子偏了1毫米，不小心划伤了，那就是暴殄天物。我建议全速回码头，我敢保证，你要的东西就在这里面。通知船长，全速返航。我不干了，我要回家！你个废物！你带我来这是捡破烂的吗？你别生气，肯定是今天潮水不对。气死我了！说好的去捡宝贝呢，全都是垃圾。肯定是苏运舟那个贱人回来了，我要去看看他去那种破岛能捞出什么花来。大家快来看啊！霍老板花几百万包去游艇，这个村姑就去岛上捡了几个破海螺。哟，苏运舟，这就是你说的工作，笑死人了！你这几个海螺连游艇1秒钟的油钱都不够吧？哎呀，海里可不是穷人能发财的地方。浩洋，你劝劝他吧，别做白日梦了。霍老板，你千万别被这个女人骗了，她就是想钱想疯了。陈浩洋，你知道你为什么只能吃软饭吗？
因为你的眼睛只看得见臭鱼烂虾。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金珠？不对，这光泽，我的老天爷，不会是美乐珠吧？不可能，这绝对是塑料的。霍总，是极品，这光泽，这火焰纹，绝对是天然美乐珠。这颗起步价60万。苏小姐，干得漂亮，这颗我要了。霍总，这就满足了，这一颗可拿不走你的500万悬赏。不可能，他绝对是在装神弄鬼。你信不信？接下来的这2只会让你见识到什么叫真正的海洋奇迹。这是传说中的双子星龙珠。什么？你说这是龙珠？我的妈呀！这是在海里捞出了一套房啊！不可能，她一个被我甩了的穷村姑，怎么可能有这种运气？浩洋，肯定是假的，肯定是他从地摊上买的玻璃珠子来骗人的。韩特助，给他们普及一下常识。根据正射率和火焰纹的延展度，我以霍氏集团的名义担保，这绝对是天然双子龙珠。霍总，天然龙珠在国际拍卖会上单颗起拍价至少35万，双子星更是有价无市。你别得意的太早，花姐本来是去不了月牙礁的，是沾了我们的光才能上岛。岛上的宝贝我们也有份儿。对，游艇明明是我们包下来，被你们抢了。要是没有这艘游艇，你连1颗海螺都摸不到。这2颗珠子你必须分一半。陈浩洋，你劈腿的时候脸不要了，现在连脑子也不要了吗？苏运舟，你用了我们的游艇，这是事实。韩特助，告诉这位陈先生，游艇到底是谁的？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今天早上这艘游艇就已经被霍氏集团全款包下，并指定苏运舟小姐为唯一合法使用者。苏小姐乘坐霍氏包下的游艇，在公海合法获取的天然海赔，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如果再敢对苏小姐进行勒索，霍氏的律师团队会立刻起诉你们。395万，这3颗珠子我全要了。成交。支付宝到账395万元整。不信300多万，他去荒岛上捡个破海螺，就有了我们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陈浩洋，你太没用了！你今天带我来这破渔村，就是为了让我陪他数钱吗？陈浩洋，软饭吃多了，看谁都像傍大款，是不是？苏运舟，你别得意，你不过是走了狗屎运。是啊，怪只怪这年头赚钱实在是太容易了。你们慢慢挖泥巴吧，来这体验生活挺适合你们的。我就不奉陪了，我得回去买船了，拜拜。霍总，钱货两清，合作愉快。苏小姐，你似乎从来不怕我给出的价格不公道。霍总说笑了，咱们可是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坑了我，下次龙王爷的宝库开了门，我可就不带你玩了。苏运舟，你是个极聪明的合伙人。气死我了！为什么跟我分手后，这死丫头运气变这么好？霍总，你赌赢了。苏小姐果然没让你失望。有了这对双子星，3天后的寿宴，2少爷输定了。海上风大，老苏，看好运舟，这天寒地冻的，非要出什么海？妈，我们就去兜一圈，马上回来。放心吧，就在新海转转，捞点虾米就回来。太稀疏了，这种密度一网撒下去，连油钱都赚不回来。大海捞针，十网九空，现在的近海啊，早被捞干净了，没人愿意再过着看天吃饭的日子喽。丫头，起风了，准备返航。那是超大规模的巴浪鱼群，里面还有大黄鱼和东星鳟。爸，先别回，您信我的运气吗？那还用说，呵呵，你的运气肯定比你爸好，老天爷赏饭吃嘛。那就听我的，10点钟方向，全速前进。好嘞，今天你指哪儿，老爸就打哪儿。停车，下来，赚钱遭拖钱。运舟，这片水域平时连个虾米都少见，你确定？不对劲儿，这网太沉了，难道挂底了？
我的海龙王啊！爆网了，这么多巴浪，还有纯野生的东星斑和大黄鱼，这是把龙王爷的家给抄了吗？爸，别愣着了，赶紧挑金子。爸，这条大的还活着。快，深海鱼出水水压变化大，鱼泊会胀气，得赶紧放气，不然活不了。这细活还得靠几十年的手感，光有透视眼不够，在这片大海上，我要学的还有很多。丫头，这趟回去，咱们这老渔船都要被压沉喽。回你的大海去吧，救你！妈呀，吓死我了！这速度比老鹰抓小鸡还利索。丫头，你啥时候练过武术了？可能是这段时间钓鱼练出来的吧。爸，赶紧开船。爸，我感觉那边还有大家伙，咱们再拖一网。丫头，见好就收，贪多嚼不烂。咱们要是回去晚了，你妈怕是连饭都吃不踏实。您说的对，装不下也是白搭。那咱们回家。这艘破旧的老渔船已经跟不上我赚钱的速度了，我要一艘属于我自己的超级大船。大黄鱼、东星斑，加上那一大堆巴浪鱼，今天拉去市场被抢空了，总共卖了20万，这都是咱们闺女的功劳。爸妈，前几天在月牙礁，其实我还从木瓜箩里开出了一颗美乐珠，我找人卖了395万。300多万！我的老天爷！爸妈，这笔钱我想买一条属于自己的大船，以后专门出海。不行，我绝对不同意！妈，你一个女孩子家买什么船？当初好不容易考出去，不就是为了摆脱这看天吃饭的日子吗？你知道出海多辛苦吗？海上无风3尺浪，那是会没命的。妈，现在的就业环境不同了，连大厂都在裁员，您指望我回京市去抢一个随时可能被优化的工作吗？那你考个镇上的公务员啊，铁饭碗总安稳吧？妈，考公的比例低得吓人，而且就算考上了，一辈子拿那点死工资一眼看到头。云州，当渔民不是你在岸边钓钓鱼那么浪漫，那可是实实在在要吃苦头的。爸，我现在有这个本钱。妈，你想想，金珠30多万，美乐珠100万，这还只是开始。要是下次出海，我捞上来个古代沉船呢？到时候咱们家直接换海景大平层，再给爸换条最先进的游艇出海兜风，您二老就等着享福吧。你这孩子净想美事儿，海里的宝贝是地里的大白菜啊，排着队等你捡。有您女儿的运气在，那就是带白菜。您就让我放手去干吧。行了行了，说不过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安全第一。老姐，你太牛了！你这是要化身海贼王去大海寻宝啊？等你船买回来，必须带我出海见识见识。那必须的。云州啊，爸今天算是彻底服了。爸这几十年的老经验，在你面前就是个笑话。爸，运气再好，您的经验才是咱们家能靠海吃饭的底气。既然你认定了这条路，那就放手去干，去买你的大船。你妈那边，爸去说。谢谢爸。爸妈同意了，但游艇加上改装需要400多万，还差了200万，这钱
去哪儿搞呢？霍总，您这个大忙人怎么跑来我的小渔村啦？送我衣服干嘛？霍总这是要改行做慈善了？明晚是我爷爷的80大寿，我二弟霍明到处散播谣言，说我准备的寿礼双子龙珠是人造玻璃，在那种场合，任何一点质疑都会被放大，所以我需要你。我？对，我需要你担当我的首席顾问，陪我出席明晚的寿宴。什么？让我一个渔民去撑场子？200万顾问费，事成之后当场结清。200万，我买船正好缺尾款，这简直是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啊！霍总大气，不就是个二少爷吗？您放心，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明晚就算天王老子来了，我也把他的脸按在地上摩擦。好，我拭目以待。明早8点，我派车来接你。这裙子好是好看，就是太累了，等会儿怕是连块肉都吃不下。算了，为了200万，我忍。苏运舟，你今晚非常耀眼。是你选的衣服太贵。当然，霍老板今天也很帅，不愧是一出手就是200万的男人。这女人脑子里除了钱就不能有点别的吗？喏，接着，前几天在海里随便捡的小玩意儿，你给我准备这么贵的行头，我这人不爱占人便宜，就当是回礼了。天然粉色海螺珠，5万只女王凤凰蛤里才可能孕育出1颗的绝品。他竟然说这是随便捡的小玩意儿，这么罕见的深海至宝，他却毫不在意地送给我。他对我竟如此用心。反正那破珠子我也找不到渠道卖，送给他抵了这套衣服钱，2清，绝不欠资本家1分钱人情。很特别的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你喜欢就好，走吧，霍总，宴会要开始了。霍总竟然带了女伴，面生得很，不是京市圈子里的。不过这排场恐怕来头不小啊。大哥，你真是病急乱投治，弄个卖鱼的村姑来装门面，也不怕让人笑掉大牙。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下。霍总，好久不见。听闻您今晚准备了压轴的稀世珍宝，我们可是翘首以盼啊！李董客气了，定不会让各位失望。有钱人的聚会真无聊，早知道应该把那200万先要到手。这位小姐看着面生啊，第一次来我们京市吧？不知是哪家的千金？姓苏。苏？京市有头有脸的家族里，好像没听说过有姓苏的呀。这身行头，可真够下血本的，借的还是租的呀？哎呀，听霍明少爷说，你不过是个海边卖鱼的村姑，怎么以为借套衣服就能混进不属于自己的圈子？一身的鱼腥味儿也敢往霍总身边凑？霍正，你的200万顾问费果然不好拿啊！几位，你们是霍氏庄园的门警系统，还是治安管理员？怎么？出席寿宴还得先过你们这关，颁发个资格证。你少牙尖嘴利！你这种没背景的卖鱼女，一眼就让人看穿了。
别以为扒上霍总就能目中无人了。我们家的名字说出来。打住！除了我爹是谁，你们还能说点别的吗？离了爹妈，你们还剩什么值得别人多看一眼的？是你们身上这件名牌，还是你们嚼舌根的本事？没教养的村姑，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和见识，是你10辈子都赶不上的。教养？原来几位所谓的教养，就是端着香槟，像长舌妇一样对一位陌生女性品头论足。你找死！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村姑！我的衣服，你敢打我！保安，保安呐，把这个疯女人赶出去！我看谁敢！霍总，是他先动手的。苏小姐是我请来的首席顾问，是我霍氏集团最重要的合伙人，谁敢对她不敬，就是跟我霍征作对。没吃亏吧？霍总放心，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这点职业教养还是有的。走吧，寿宴要开始了，好戏还在后头。爷爷，为了您的80大寿，孙儿特意从缅甸寻来了一块极品冰种翡翠，请3位国家级大师耗时半年雕刻了这尊福寿双全。祝爷爷福如东海，松鹤延年。这水头这雕工至少得8000万倍底。听说今晚谁的寿礼最合老爷子心意，就能拿下城南的100亿项目。看来这项目非2少爷莫属了。好，明儿，你有心了。大哥，听说你前段时间为了准备寿礼，跑去渔村收那些臭烘烘的海货，怎么，今天没带几条咸鱼来给爷爷祝寿吗？大哥，要是拿不出手，你这霍氏总裁的位置，是不是也该让贤了？爷爷，翡翠虽贵，但终究是死物，只要有钱就能买到。孙儿为您准备的是大自然不可复制的奇迹。我的寿礼由我的首席顾问苏运舟小姐代为展示。200万，为了我的大游艇。今天就算这霍家是盘丝洞，我也得把这猴王给演好了。哈哈哈哈哈！大哥，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一个卖鱼的村姑能有什么宝贝？难道真是臭海货吗？你也太寒酸了吧！二少爷，没见识不是你的错，但把无知当成骄傲，那就太丢霍家的脸了。你算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各位，睁大眼睛看清楚。这火焰纹路，这西洋金的色泽，这是天然美乐珠。不仅如此，你们看，这2颗珠子大小相仿，而且色泽完全一致。这是传说中万中无一的海洋绝品双子龙珠。老朽有生之年，竟能亲眼见到这等奇迹。不可能，海里怎么可能有2颗一模一样的珠子？大哥，你竟然拿人造玻璃来糊弄爷爷！人造玻璃，那就请专家上来好好鉴定鉴定。恭喜霍老啊！老朽鉴定珠宝40年，可以拿项上人头担保，这绝对是没有经过任何人工干预的纯天然双子星。这火焰纹的流转，简直是造物主的奇迹。这2颗双子龙珠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衡量，这是真正的无价之宝啊！我不信，海里怎么可能捞出这种东西？
二少爷，多读点书吧。美乐珠无法人工养殖，双子星的概率更是亿万分之一。你拿一块花钱就能买到的死石头来碰瓷大自然的奇迹，不觉得可笑吗？哈哈哈哈哈！好一个亿万分之一！人儿，你果然没让爷爷失望。你不仅有财力，更有通天的手段。城南的100亿项目，今晚起由你全权负责。霍氏的未来交到你手里，我放心。恭喜霍总，霍总果然是人中龙凤。不，这不可能！我花了8000万，怎么会输给一个小丫头片子？谢谢爷爷。苏运舟，你到底还能给我带来多少惊喜？苏运舟，今晚多亏了你。小事儿，咱们合作愉快。既然合作就这么愉快，我想作为合伙人，我们之间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比如，霍总，既然老爷子已经拍板了，咱们的账是不是该结一下了？什么？还有哦，您答应过用霍氏的人脉帮我加速搞定深海游艇驾驶证、无线电操作证，还有远洋航线特批证。老板快扫码！台风刚过，明天可是出海搞大钱的黄道吉日啊！我赶着回去买船呢。转过去了，特批文件明早8点送到你房间。支付宝到账200万元整。老板大气，老板一生平安，明天出海喽！这个财迷，满脑子就只有他的船。不过你跑不掉的。二少爷，您名下的所有海外资产已被冻结，集团董事局一致通过剥夺您在霍氏的所有职务，请签字吧。霍正，你别得意，要不是那个卖鱼的村姑走了狗屎运，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应该是我。你输不是因为他运气好，而是因为你这辈子永远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无价之宝。带下去。霍总，苏小姐那边所有的航线审批和海事局的特批考试资格已经连夜打通关系，送到她手上了。很好，我非常期待有了船的苏运舟能在海里旋起多大的风浪。哎呦，小妹妹，这里是考渔船驾驶证的地方，不是旅游景点。开船可是老爷们干的活，海上颠簸起来，男人都受不了。你这细胳膊细腿的，怕是连抛篮绳都拉不动吧？赶紧回家绣花去吧。考官苏运舟，申请直接进行最终实操考核。上船，准备模拟靠泊，水流湍急，注意风向。胡子亮丽，这水流连我都得蹭两下风状台，哼，看他怎么出洋相。这点暗流也想挡我的路？这他妈是开船还是赛车漂移？他是怎么算准水流的？这手法10年以上的老船长也做不到啊！简直完美！都看清楚没有？开船靠的是脑子和对海况的感知，不是光靠一身蛮力。满分，苏运舟考核通过。怎么，细胳膊细腿就不能当船长吗？证到手了，接下来该去接我的梦中情船了。苏小姐，我是船厂经理，实在抱歉，您要的这种带全套深海拖网设备和豪华7局舱的定制游艇，至少需要8个月的建造期。8个月，黄花菜都凉了。新船我不等了，去二手市场捡漏。就决定是你了哟，小姑娘眼光真毒，这可是意大利进口原装的雅马哈双脚印，全碳纤维船体。上一任船主是个富二代，买来玩了2次就嫌晕船不要了，9.9成新。别整虚的，报个实价。
看你是个爽快人，一口价450万，光这船上的探鱼雷达就值好几十万呢，买到就是赚了。450万，钱老板，你当我是来做慈善的，还是当我不懂行啊？哎，小姑娘，话可不能乱讲，我老钱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这船绝对是原版原漆，连个螺丝钉都没动过。原版原漆，连个螺丝都没动过。这船上一任主人不是晕船，是出过严重的暗礁事故吧？你胡说什么？左舷发动机深处的转动掌已经发生了轻微行刑，冷却水泵的健全正在渗油。外壳虽然被你翻新的像模像样，但这要是开到深海区，遇到大风浪，发动机随时会报废熄火，船毁人亡。你怎么可能知道？这暗伤在最里面，连我都还没来得及拆开大修呢！你难道长了透视眼吗？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修这台发动机少说也得30万，还得担风险。我就给你一个价，380万，我全款，现在就转账，卖还是不卖？妈，小姑奶奶，你真是火眼金睛，我老钱今天算是彻底服了。转账。苏运舟，你终于有自己的船了，整个大海都将向你敞开大门。好家伙，真是好家伙！双修机全自动液压设备，爸这辈子连做梦都没敢想过能开上这样的船啊！爸，等以后赚了更多的钱，我给您买一艘比这还大10倍的远洋捕捞船，让您当总指挥。哈哈，爸老喽，这片海以后是你这丫头的天下了。新船下水，规矩可不能废。运舟，快过来，把这红布条绑到船头去。妈，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这船有最先进的雷达和声呐，安全的很，搞这些形式主义干嘛？运舟，这不是迷信，是规矩，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念想。海上讨生活，3分靠人，7分靠天。这红布不光是给妈祖看的，也是给我们自己提个醒，对大海永远要有敬畏之心。爸，有了这份敬畏，你开船的时候才会更谨慎，遇到风浪才知道害怕，才知道退。做这些就是求个心定，告诉自己该做的准备都做了，剩下的听天由命。我明白了。大海，我来了，我会带着敬畏征服你。运舟号首航，整个大海以后都是我的渔场，出发！这才是真正的金库。红魔虾，就拿你们开刀。警告！警告！04级海域突发强对流风暴，所有船只立刻规避。小时候，爸总是指着远方的大海告诉我，那里有海盗的宝藏，还有龙王爷的宫殿。但现在，我早已经不是那个只能听故事的小女孩了。想吞我的船，龙王爷也得问问我答不答应。给我破！大海，我来了。这么刺眼的光，绝对是难得一见的大宝贝。
没有腥臭味，反而有一股类似木质和香混合的异香，这到底是什么？顶级白色龙涎香，抹香鲸肠道分基物，历经100年海水浸泡熟化，已化为定香极品，1克价值过万。这可是在海里漂浮了上百年的灰金子啊！这一块起码能卖1000多万。这趟出海，光这块香就赚翻了。但既然来了深海，这4个活水舱可不能空着回去。体长1米，银金色，是野生赤嘴黾，传说中的海底软黄金，这可是做顶级花道的宝贝。好，就拿你们填满我的船舱。这不是老苏家那个黄毛丫头吗？怎么开着个2手游艇就敢跑到深海去了？会长，他这船连个重型拖卸架都没有，是来深海钓小虾米的吧？本会长，深海这么大，你非要像条哈巴狗一样跟在我的船屁股后面吃尾气？臭丫头，上次让你碰巧钓了几条鱼，还真以为自己是海神娘娘呢。这片海域洋流交汇，下面绝对有大鱼群。我告诉你，深海的规矩，大船吃肉，小船喝风。今天我这艘重型捕捞船在这儿，你连根海带都别想捞着。是吗，陈会长？话别说得太早，谁吃肉谁喝风，咱们走着瞧。兄弟们，给我下重网！这地方可是我花大价钱买的洋流图标出来的点。好嘞，会长。今天非得把这底下的大家伙一窝端了，让这个小丫头长长见识。大船吃肉，你还是多吃点海带吧。系统锁定，精准定制网，下网。起网！看这缆绳绷得这么紧，绝对是大丰收！会长，这都是些什么破烂啊？放屁！我的洋流图不可能错，这底下的鱼呢？漂亮！深海里的超级摇钱树，野生赤嘴黾最有价值的就是它的鱼爆，动作要快。时间就是金钱，这么顶级的鱼胶，一片就值1套房。赤嘴黾，他竟然捞到了野生赤嘴黾，那么多，那海底下全都是宝。会长，那丫头一个人凭占着那么好的风水宝地，我们现在才是这里最大的船，给我强行并线挤过去，把她的位置给我占了。蠢货，自己找死！船底漏水了，救命！救命啊！霍总听到请回答，安全绳怎么断了？刚才那艘捕捞船乱闯航道，撞烂了暗礁，引发了海底大面积珊瑚群坍塌。正在下面考察的霍总和潜水员全被埋在下面了，快派人下去！霍总要是出了事，我们就死定了。韩特助，下面什么情况？苏小姐，霍总被水下坍塌的珊瑚和废弃渔网困住了，已经超过安全时限了。
准备一套备用旗袍给我。苏小姐，下面情况太复杂，连专业潜水员都……少废话！我在海边长大，比你们的潜水员管用。放心，我会把霍征带回来。氧气快没了。他疯了吧？把氧气给了我，他自己怎么办？先上去，别废话。这是什么样的力量？真的是人类吗？霍总，苏小姐，苏运舟，你不要命了吗？谁让你把氧气瓶让给我的？霍总，您是我的大金主，我还指望把龙涎香卖给你呢。你要是挂了，我找谁结账去？为了救我，居然连命都可以不要。慢一点，放稳了啊！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霍征，你不好好在医院检查，跑码头来干嘛？苏运舟，我有话要跟你说。你这表情怪吓人的。龙涎香价钱谈好了，想砍价免谈。我们交往吧。啊？你和我交往？不用以身相许报恩，咱们是正经合伙人。你觉得我是因为报恩，就不能是我喜欢你吗？喜欢我？我只是个普通渔民，喜欢我什么？你独立聪明，很耀眼，连氧气瓶都毫不犹豫让给我。大哥，那是因为我能在水下呼吸啊。身家千亿，付款爽快，是完美金主。以后去京师办事有他帮忙，这波绝对不亏。行啊，我觉得你也挺不错的，长得帅多金事儿还少，那咱们就谈谈看。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晃一生，一次就一辈子。姐，京师重点大学核物理专业，我考上了。好，咱们老苏家出了个科学家，光宗耀祖啊！可以啊，小子，姐说话算话。既然你要去京师扎根，姐去给你全款买套房，就当是送你的升学礼物。京师买房？妈，那块白色龙涎香，霍州给我结了1700万，加上我手里原有的，买套大平层绰绰有余。咱们家现在不差钱。哎，等等，京市限购，非京籍必须有连续5年的社保记录，这有钱还买不了。大城市的规矩多，难不成你要回京市重新找个班上5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你大老远飞来京市找我，就是为了让我帮你交社保？霍总，这叫合理利用嘛。我全款付钱，就用你们霍氏集团的名义给我挂靠一下。韩特助，拟定一份霍氏集团首席顾问的长期合同，按最高规格为苏小姐缴纳在京社保。另外，把霍氏旗下核心区待售的大平层资料拿过来，让她慢慢挑。霍太太，这个服务你还满意吗？5星好评。半年前，我被这座城市扫地出门，半年后，我带着亿万身家回来了。周周，你这回老家当渔民创业，气场简直秒杀京市名媛100条街啊！看来这大海确实养人。你现在这副样子，真该让当年那些瞎了眼的人看看，我们的周周要赚好多好多小钱钱，成为京市首富。
瞎了眼的人看了也是白看，我只关心我的搞钱大业。哟，这不是回老家捕鱼的苏同学吗？怎么乡下混不下去，又跑回京市来找工作了？他怎么变了这么多？看来他在老家过得还不错。浩洋，这位是谁啊？怎么穿的像个刚进城的微商？不介绍一下吗？这是苏运舟，我的大学同学。哦，同学啊，浩洋，你看大家都在京市发展的不错，要不明天组个局聚聚？苏同学应该也会赏脸参加吧？毕竟好久没进城了，机会难得。我没空。苏同学不会是不敢来吧？也是，你一个回乡下打鱼的，怕跟我们这些都市白领一对比没了面子，我能理解。你算哪根葱？我们同学聚会轮得到你外人阴阳怪气？你谁呀你？我跟苏运舟说话，轮得到你来插嘴？陈浩洋，你也就配找这种女人。比起霍之，你简直连根海带都不如。行啊，既然林小姐这么热情，那我就再留一天。同学聚会是吧？林小姐这么大方，肯定是您请客买单了。我请就我请，明天晚上7点，御膳居顶楼包厢，希望苏小姐别临阵脱逃。周周，答应他干嘛？明晚那绝对是一场鸿门宴。有人请客薅羊毛，为什么不去？再说了，明晚谁踩谁还不一定呢。走，咱们先去挑挑市中心的大平层。霍总，苏小姐的购房名额和社保挂靠已办理完毕。明晚她说要参加同学聚会，组织者是她前男友陈浩维的现任女友林雅。林雅的父亲是唯独智能的林振东。林振东的女儿也敢在我的人面前摆谱？推掉明晚所有的会议，备车。霍总，您要去给我霍征的未婚妻撑腰。各位老同学，请大家千万别客气，随便点，我买单。林雅太客气了，浩洋，你真有福气，找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简直是人生赢家啊！就是，浩洋现在步步高升，以后可得多关照老同学呀。哎呦，大家也别光顾着敬浩洋啊，咱们苏同学回老家当渔民，风吹日晒的，多辛苦啊！是啊，哪像咱们在京市天天挤地铁、还房贷，压力山大。苏同学这才是懂得生活啊，比我们这些打工仔舒服多了。就是，我们海上的风吹日晒可厉害了。运舟，你可得多涂点防晒霜啊，千万别为老先丧。这位同学，你说挤地铁还房贷很辛苦是吧？我看你黑眼圈这么重，发际线也看腻，看来你这拍马屁的功夫，好像也没怎么改善你的生活质量。
那不是霍氏集团的董事人霍征吗？他怎么会来这里？霍总，您好，我是维度智能林振东的女儿，上次在慈善晚宴上不认识。这里的饭不好吃，不仅难吃，还有几只苍蝇一直乱叫，吵死。那就不吃了。走，带你去吃别的。运州，你和他，你们是什么关系？正式介绍一下，苏运州是我的未婚妻，也是霍氏集团最重要的合伙人。韩特助，通知法务部，全面停止与维度智能的所有。另外，全行业封杀这块，我不想在京市再看到这两个字。啊！霍总，你爸会打死我的！苏运州，我错了。陈先生、林小姐，顺便提一句，苏总全款买回游艇，只是他赚的零花钱，而霍总早已将霍氏集团名下的半数海外资产作为聘礼转入了苏总名下。两位好自为之。霍总，出事了！二少爷被赶出公司后，抵押所有资产，借了高利贷，雇佣了一艘外国重型探险船。据可靠情报，他们正全速奔向公海。倾家荡产去公海，他去干嘛？打鱼还债？是黑石号。国际海联刚发布了10亿美金悬赏，传说那艘几百年前失踪的幽灵船上装满了罗兰帝国的皇室珍宝，霍明想靠这笔钱重夺继承权。你想干什么？替天行道。环球游艇代理通知您，您的远洋游艇已就位，翘班吧。我的新游艇刚下水，带你去公海吹吹风，顺便教教你弟弟怎么做人，来不来？荣幸之至。就是1-2个月，海上冷，我给你们带了腊肉、鱼干，还有发豆芽的培养包，在海上也能吃口新鲜豆芽菜。运州，你可得照顾好自己啊。妈，放心吧，船上有厨房，我肯定让大家吃好喝好，平安回来。液压起网机、深海雷达，爸真的是这艘远洋船的总指挥。运州，你真做到了，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去公海开开眼界，值了。老铁们，我姐的战舰首航了，今天带你们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星辰大海。爸，景浩、霍征，快上船，咱们今天去公海干票大的。哈哈，好嘞，听苏船长的。但这一路上，只要探测到合适的鱼群，咱们也不能放过，边赶路边捕捞，不能白跑油钱。爸，您就瞧好吧，咱们这回出海，指望的就是这新船老将好运到，肯定顺风顺水，鱼满仓。好，好，好，我闺女有志气，哈哈哈哈哈！都打起精神来，今天就让大家看看，咱这把老骨头还能在公海上再立新功。原来离开了城市，世界可以这么辽阔。怎么样，霍总，是不是比你那几十平米的总裁办公室舒服多了？你说的对，在这里，时间好像才真正属于我自己。这就对了，在陆地上你是呼风唤雨的霍氏掌门人，但在这片大海上，欢迎来到我的世界。鱼王，是蓝鳍金枪鱼王。走你！上钩了！好大的力气！宇宙，这是几百斤的深海巨兽，撑不住就放线！不放！到了我的地盘还想跑？就是现在！霍征，准备搭钩。景浩，帮忙控制吊索。爸，船慢慢靠过去。起！老铁们，多久见啊！300斤的极品蓝鳍，这得值一辆法拉利了吧？爸，快放血！
必须快、准、狠，这样血液排得彻底，鱼肉才能达到顶级的刺身标准。运，你太牛了！爸，左前方有大龙虾，换铁扒皮和小眼兜。明白。龙虾壳脆，得用软兜子，不然拖上来就成了断腿的破烂，卖不上价钱。好家伙，真是一窝海底黄金！各位，今天辛苦了，晚上不吃盒饭了，咱们搞个甲板烧烤。太奢侈了，把几千块一只的锦绣大龙虾当烤串吃。手伸过来。没事儿，就是钓那条蓝鳍用力过猛，有点酸。在海里你是女王，但在我面前，不用硬扛。云州，气压在暴跌，看着云团的发展速度，前方海域恐怕有一场罕见的强对流气旋风暴。我们还要继续往那个黑石号的坐标走吗？爸，风浪越大，鱼越贵。我们要找的黑石号几百年都没被人发现，肯定藏在最危险的洋流和暗礁里。找到了，价值10亿的深海宝藏，全速前进，冲进去！好嘞！气旋风暴成型了，云州，浪太大了，必须降速！不能降速，风暴中心的气压极低，这时候减速就是等死。爸，稳住！在京市，她是我最重要的合伙人，但在海上，她才是这里的女王。Mayday，我们是1号科考船，遭到武装探险船恶意撞击，动力全失。姐，有人求救！陈坐标正在错标，救命啊！坐标就在前方3海里，可是那里是出了名的死亡暗礁区，这种天气进去九死一生啊！武装探险船恶意撞击，是霍明。他为了独吞这片海域，开始清场了。什么？在我的地盘玩清场？他应该是活腻了。云州，不能冲动，别人的命是命，你们的命也是命。这种海况，闭着眼睛往暗礁区冲，就是送死。爸，如果看不见，那是送死，但我看得见，全都抓紧了！左满舵，避开水下9点钟方向的珊瑚柱。抓住绳子！魔鬼，那是一艘魔鬼的探险船，他们撞沉了我们，就为了独吞下方的黑石号。黑石号。找到了这个坐标，这种海底峡谷地形，难道这真的是传说中装满罗兰帝国宝藏的黑石号？皇室秘宝，爸，我一定会抢先登上黑石号。姐，雷达显示有个比我们大3倍的庞然大物正全速朝我们撞过来。姐，他们又撞上来了！霍明，你找死！
的好大哥，还有你这个卖鱼的村姑，真巧啊，咱们在公海碰面了。韩特助，立刻联系距离最近的武装直升机。霍征，在陆地上，资本说了算，但在这里是公海。霍二少，你知道在海上讨生活最忌讳什么吗？那就是在别人的地盘上抢别人的东西。今天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降维打击。想跑没那么容易，那个村姑刚才肯定发现了黑石号的准确位置。二少爷，前方海图显示是一片空白区，而且雷达回波很微弱，可能有未知危险。放屁！你看他那艘游艇吃水那么深，开得那么快，能有什么危险？给我全速跟上！运州，他们跟上来了，速度比我们快，最多5分钟就会追尾。而且这片海图上根本没标注深度，万一是浅滩。这根本不是什么浅滩，是一座海底死亡迷宫。爸，他不是喜欢跟吗？好，那我就送他一个大人。果然，他跟来了。Boss， 前面的游艇路线太诡异了，这里绝对有问题。诡异个屁！给我直线碾过去，把它撞沉！黑石号的宝藏全都是我的。3、2、1。再见了，二少爷。Boss， 不对，船底刮到东西了，这里全是暗角，再往前会撞船的。放屁！他那破游艇都不怕，我们装了封装装甲怕什么？全速跟上！ Mayday Mayday！ 碰撞装甲被完全撕裂，底舱大面积进水，我们触礁了！混蛋！那个贱人算计我，他故意把我们引进这片死亡礁林。小宇宙，中国人不是最讲究人道主义吗？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几十条人命死在公海吗？霍二少，是你自己贪心不足，非要跟在我的船屁股后面。我可没拿枪逼着你往石头上撞。国际海事救援中心吗？这里报告一起公海遇险事件，坐标北纬12字度，东经12度附近，一艘武装探险船严重触礁进水。收到，请问你方目前是否在现场？是否有能力返回事发海域参与救援？我方船只较小，且不在现场，无法参与救援。救援已通知。怎么，觉得我冷血？不，在商场上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苏总，你干得非常漂亮。霍总，这就折服了。好戏才刚刚开始。云州啊，这水下情况不明，刚才那艘大船搞出那么大动静，万一惊动了什么暗流。爸，你还不信你女儿的运气吗？你在上面操控小征，看到我拉绳子就立刻起吊。苏云舟，10亿美金虽然诱人，但比不上你的安全。如果有危险，立刻放弃，我要你平安上来。放心。几百年的岁月，黑石号，你终于重见天日了。这么高规格的防水助理，里面的东西绝对价值连城。起重了，很沉，绝对有大货。不好，海底滑坡了！姐，水底下冒泥浆了！霍总，不能跳，下面乱流卷成了漩涡，你下去就是送死啊！拉我上去！
差一点，就差一点，我就给黑石号陪葬了。不过我保住了。宝藏我不要了，这10亿美金我也不要了。苏运筹，我只要你活着。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苏运舟可是要征服星辰大海的女人，阎王爷可不敢收我。来吧，让我们看看这10亿美金的传说到底长什么样。我的妈呀，是金条，全是金条。这叫灰金子，纯度虽然不如现在的千足金，但这一箱少说也值个大几千万。这是官窑青花精品，单是这只鱼爪纹玉壶生瓶放在国际拍卖会上，起步价就是300万美金。这一箱瓷器的价值无法估量。